知道吗？在西方神话里，有掌管狩猎与月亮的女神阿尔特弥斯，而在中国，我们也有一位属于自己的月亮女神。她的故事流传千年，既浪漫又充满悲伤与思念。今天就带你走进中国最美的月亮传说——嫦娥奔月。很久很久以前，中国有一对神仙眷侣，大英雄后羿和他温柔美丽的妻子嫦娥。两人琴瑟和鸣，相亲相爱。嫦娥常常陪伴后羿，早晨为他煮茶，傍晚与他散步，闲暇时还一起帮助百姓，传递温暖与善意。后羿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讲，今天要说的就是我们的月亮女神嫦娥。而提起嫦娥，就不得不提那颗改变她命运的仙丹。后羿曾因搭救人间，得到西王母赏赐的一颗仙丹。传说这仙丹吃下去，就能立刻升天成仙，不死不灭。可是仙丹只有一颗，若是两人分食，力量不足；若一人独吞，又意味着永远分离。后羿舍不得离开妻子，于是把仙丹交给嫦娥保管，并对她说：等我想好办法，我们一起成仙，不再分开。嫦娥答应了，把仙丹藏在家中，守护得极为小心。嫦娥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盼，她经常凝望天空，幻想有一天能和后羿一同飞向仙境。她的每一次深呼吸都带着思念，也带着对未知命运的微微忧虑。然而，后羿收了许多徒弟，其中有一人心术不正，名叫彭蒙。他得知仙丹的秘密，起了贪念，打算夺取仙丹自己成仙。有一天，后羿带弟子们外出打猎，彭蒙假装生病留在家中。他手持宝剑闯入后羿家中，逼迫嫦娥交出仙丹。嫦娥心知若是落入彭蒙之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情急之下，她将仙丹吞下肚。在那一瞬间，她的心中充满了矛盾，舍不得离开后羿，却又必须保护仙丹。仙丹入口，立刻化作清风仙气，托起嫦娥的身体。仙丹的神力开始在她体内流动，她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，身体逐渐轻盈，仿佛能随风飞翔。风从四面八方涌来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为她让路。一瞬间，世界也仿佛静止，她的心跳与风声交织在一起。她越飞越轻，渐渐离开了人间。嫦娥并不想抛下后羿，她努力挣扎，但仙丹的力量不可逆转。最后，她飞到了离人间最近的地方——月亮。自此，嫦娥被迫居住在月亮上的广寒宫。广寒宫银光闪烁，寒霜铺地，桂树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桂花香悠远弥漫。宫殿空旷寂静，只有微风拂动宫灯，映出嫦娥孤独的身影。她每日凝坐窗前，望向遥远的地平线，思念丈夫的心如月光般温柔而清冷。后羿回家后得知一切，悲痛欲绝。他想飞上月宫，却发现自己已是凡人之躯，无法逆天而行。思妻心切的他，常常在夜晚对月长叹。他在院中摆上嫦娥最爱吃的桂花酒和糕点，遥祭月宫，希望妻子能感受到。久而久之，人们也开始在月下摆上贡品，寄托思念，这便成了中秋拜月的习俗。每逢中秋，家家户户都会点亮灯笼，摆上月饼和桂花酒。你仰望圆月时，是否也能感受到嫦娥的孤独与温柔呢？这种习俗流传至今，成为中华文化中最具浪漫与思念色彩的节日活动之一。在中秋的夜晚，人们仰望月亮时，总觉得月中似乎有模糊的影子。有人说那是嫦娥孤独的身影，也有人说月影里隐约能看见一只小兔子。传说这只玉兔本是天帝怜悯嫦娥孤单，特意派来相伴的。
他日夜捣药，炼制的正是当初让嫦娥飞升的长生仙丹。虽然这仙丹象征希望与陪伴，但并不能再给后羿一颗，后羿依然留在人间，夫妻只能隔着月宫遥相思念。人们也相信嫦娥并非全然孤苦，她至少有玉兔相伴，同时寄托着世人对长生与美好生活的向往。而在月宫之外，还有另一段发人深省的传说。月影深处仿佛有一棵高耸的桂树，有人说那是凡人吴刚的刑法，他本欲求仙，却因心智不专触怒天地，被贬到月下，日复一日砍伐这株神奇的桂树。可树枝砍下便会愈合，永远不倒。吴刚的故事和嫦娥不同，却同样透露出一种宿命的无奈。有人被迫升仙，有人渴望成仙却不得，两者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月宫孤寂又耐人寻味的画卷。有学者认为，吴刚与嫦娥的传说其实象征着人生的不同际遇，有人被迫离开理想，有人被迫等待时机。嫦娥奔月的故事，教会人们珍惜眼前的亲情与团圆。嫦娥奔月的故事流传千年，它不仅是夫妻之间生离的悲剧，也象征着人类对永恒、对团圆的渴望。每到中秋，人们仰望圆月，都会想起嫦娥与后羿的深情。也许你会发现，这种透过节日传递思念和爱的习惯，并不只存在于中国。西方人过感恩节时，会用火鸡来寄托团聚和感恩的心情，而中国人中秋节吃的月饼，其实承载的也是同样的情感。食物和仪式只是形式不同，但背后的情感却是人类共同的浪漫。望着圆月，我们总会想起心里最牵挂的亲人，也许你能和家人团聚，也许你身在远方，但无论在哪里，都别忘了把这份思念传递出去。你可以在家中摆上一小盏灯，或给远方的亲人发条消息，简单的动作却能让心意传递。嫦娥奔月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仪式感和思念的力量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偏偏是农历8月15的月亮最圆、最亮？为什么中秋节的时间每年在阳历里都不一样？如果你也好奇，就跟我一起在下一集去揭开中国阴历背后的秘密吧。在结束之前，我想问问你，你听过的最有趣的中秋传说是什么？或者你心中理想的月亮女神又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是温柔的守护者，还是勇敢独立的仙子？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故事，记得点个赞，订阅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集了。